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最近看评论区有很多质疑的声音，就是我朋友来这里买这个房子，很多人都说你们为什么要推荐他们来买这个房子？自己的房子都没有改得好，现在又推荐朋友来买。其实不是我们推荐他们来买，而是他们一直都想到这里来买，想跟我们做邻居。一呢，他想跟我们做邻居；二呢，想自己在农村有一个小院儿，因为他们是搞艺术的，都想在农村。到时候能不能开一个小酒馆啊，或者咖啡窝？因为现在这种农村的小酒馆很火嘛，也想着如果说以后也可以考虑做农家乐之类的。因为这个房子他们现在已经是买下来的了，就是花了44800元。一开始他们只是要买这个房子和这里这块空地，一共要38000元。然后我上来后才发现他们只谈了这个房子和这块空地，旁边那块地他们是没有谈下来的。我就说建议他们多花一点钱把旁边一起买下来。一开始房主他是不同意的，然后我就让他跟房主打电话，然后我就跟他一起沟通嘛。因为房主我稍微有一点熟，比他要熟一点。然后我就跟房主讨论了好久，然后房主才同意卖给他们。一开始房主说至少要18000才卖，后来呢，我说能不能退让一点，几千块钱能不能卖？他说几千块不可能，谈了好久。然后我又跟那个房主他老婆又沟通了一下，他老婆说，就是让他老公看一下多少钱合适就卖给他们。他老公一直咬着不放，就是说至少要12000。最后呢，我就说我给你们出个价吧，因为我朋友说3到4千块钱可以买，但是我说那么大的地，3到4千块钱，但是人家肯定卖不下来。我说能不能5000块钱卖给他们，然后他还是说不行。后来谈到后面的话，这个房子他妻子自己说了一个价格，就是6800块钱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很不错的了。我朋友本想再还一下价，我说没有必要再还了。再还价的话，就是人家不卖的话，你以后再想买这块地那就不可能了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那个房子改造到中途，我们再想去买旁边那块地，人家就要价5万。本来一开始2、3千块钱就能搞定的，后来直接加码加到了5万块钱，我们就直接不要了。就这块地加这房子，还加旁边那块地，我们大概算了一下，可能有1000平左右。所以说他们最后花了6800块钱买了这块地，还是很划算的。这一块地再建2栋房子都绰绰有余。以后如果说他们要在这里建一个凉亭啊，或者养鸡、养牛、养猪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后患无穷的。现在不把它谈下来，以后那是不可能的了。其实李俊建议他买下这块地，也是不想让他走我们的老路。对，因为我们以前只谈了那个房子的价格，我们当初买下那个房子8万块钱，还没有一块地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帮助他一起谈。既然他下定决心要和我们做邻居，要在我们这里修建这样一栋老房子，用来做民宿也好，做小酒馆也好，那我们就让他利益最大化。我们能让朋友拿最划算的价格拿下，那就让朋友以最划算的价格买下来。对，你看一共到这个位置，这里是很长的，大概有20多米的距离。所以说呢，他们买下这块地是很划算的。这一块地也是房主他们的，我说能不能把这块地一起卖给他们？但是房主是想卖的，但是我朋友他们预算有限。所以说就没有买这块地，但是房主说这块地可以免费给他们使用。我在想，他们房子旁边的地已经拿下来了，这块地拿不拿下来都无所谓了，毕竟房主他可以免费供他们使用嘛。反正这里离房子也不是很远，但是他们这边可以种菜，这边买下来的地呢就可以做一些建筑物在里面，就不用再拆来拆去的了。大家看这块地也是挺大的，但是考虑到他们预算有限的话，就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走吧。所以说房子旁边地，你现在不谈下来，以后就不可能了。那天我跟卖家也是说的，我说你现在都不愿意卖给他，如果说以后你还愿意低价卖吗？
他说那肯定不行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在没有付钱之前啊，就必须要把旁边那块地让它附加进去。如果说他们当时把那个钱全部付给房主了以后，这旁边这块地他绝对不会几千万元卖的。我一开始就跟他说了，我说你那块地愿意一起便宜卖给他们，就签合同；不愿意卖的话，人家这块房子就不要。所以说房主才愿意松口的，不然这块地他们是拿不下来的。对，就像我们当初没有谈其他的地，然后我们再去想买其他的地的话，那些地就特别高的价钱。对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当初那个房子，加那个空地就是院子啊，一共大概是花了8万块钱。后来，旁边不是有一个猪圈嘛？那个猪圈特别小一块，本来一开始我们算在里面是1000多块钱，因为是面积很小。但是呢，那家人就说那个猪圈他们不卖，说以后你们要的话再说。等我们房子改造到中途的话，他说要1万块钱才卖给我们。后来找了多方面的人去先找他们谈嘛，是5800块钱买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看那么小一点点，5800块钱，人家他们这么大的地，几百平的地才6800块钱，所以说他们这里买的是很划算的。这一杂草现在没清理出来，清理出来后你才知道这里有多大，到时候在这里打羽毛球就是没有问题的。对，到时候可以在这地里面建筑休闲娱乐区。对，当时那个房主说把这个旁边的这个人走的路给它留出来，反正到时候留个1米，1米以内的就可以建围墙把它围起来了。对，他们昨天已经签了合同，最终以44800的价格已经买下了。对，这个房子的话，其实他们主要的就是要买一块地皮，他们看中的不是这个房子。很多人都说这么破的房子，你们还敢让他们买下来？人家他们要的不是房子，因为他们要改出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。因为必须要有一个价值，没有价值的话，你买一块地皮来，人家是不让进的。所以说，像这样的房子是最适合的，而且性价比很高。买这种烂房子的话，可以以这个烂房子的方式去改进它，去给它翻修。如果说你是随便买一块倒塌的房子去建房子的话，那是违规的。所以说，像这个也有它这个空价值在，就可以在这个原基础上去改造，所以这个是很划算的。就你买房子的方式买了一块地皮，知道吧？对，如果是买一栋完好无损的房子的话，也不能拿来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那么现在这个框架的话，它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去修改。只要不是完全倒塌的房子，我们都可以在上面进行改造的。对，他们这个房子还是挺大的，跟我们那下面那个差不多，我感觉。对。如果是买一栋完好无损的房子的话，弃之可惜。如果又把它改造的话，又不能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还不如买一套这样，很烂的房子。这样的话，价格很便宜，然后拿下来可以自己改造。他们这个到时候可以保险这可以砌一下，这前面这个院子就宽了。他们这前面没有多大的院子，这旁边有。如果说把这下面这块地一起买下来的话，其实这里是最好用的，搭一个平台出去啊，是特别漂亮的。下面可以停车，上面坐着休闲喝茶还是不错的。但是他们现在这个旁边有这么大一块地，我感觉已经足够了。这块地比旁边那块地要小一些，但内地是很大的。后来签完合同后，我才得知后面那块土地他们竟然没有谈进去。要是我当时知道的话，一定要把他们那块地给谈进去。至于屋檐后面的地不谈进去的话，以后又是麻烦。本来呢后面就只有1-2米宽的一个地，如果说以后他们想用的话，至少要花1万到2万的价格，他才会卖给他。所以说这里留一点，那里留一点，其实是留了不少的后患。本来在农村买房子，人家房前屋后的地都是免费认证的，他们单独拿出来要留着，说自己种菜，这么多年都没有种菜，现在卖出去了，说要种菜，其实这些都是借口，只是说想让他们房子改造好以后，他们用得上就卖给他们，其实是这种想法。对，他们这里
杂草丛生，看不出房子有多大，还有这块地有多大。如果是把这些杂草给清理开了之后，就完全可以看出来这个房子屋前屋后屋旁边它的这个面积是很大的，至少是有1000个平方。这个房子最漂亮的地方就是这里了，到时候这里把它围起来，特别漂亮。这个位置再挖一条路过去，车就可以开上来了。你看这上面的山是不是很美？对，这个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。现在到时候可以坐在这个院子里面欣赏后面的那个山，也可以当做停车场，那个车可以直接开到这里来，因为他们这里最方便的就是交通方便。对。当初我推荐他们买这个房子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里通路，像我们已经就是选了下面拨通路，花费了很大的人工成本，所以说，本来买房子没有花多少钱，结果人工就已经超过了房子的几倍的价格了，所以真的是走了很多弯路。现在我朋友在这里来，我肯定是希望他们少走弯路，把我们的失败的经历都告诉他们，让他们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而且现在他们这个房子这里随便挖一下，车就可以开到上面来了，也是很方便的。很多人都说4万多块钱买这块地不划算不值得，大家现在是看不出它的价值。其实他们看中的是这里这块地，然后是这里的环境，等他们改造好以后，大家就能看出它的价值了。现在是看不出来的。你想花几万块钱在我们这里买一块地皮或者买一栋房子，那是很难的。这户人家他是很有谈话的，所以说我们问了很多家，其他的都要10几20万，然后问了他们这家，没想到几万块钱就能拿下来，我当时都惊讶了，因为我们是4年前买都花了大概8万块钱，然后现在买才花了不到我们1半的价格就把这个房子拿下来了，真的是把我们的惊讶到了。一开始我们只是说这个房子3万多块钱能不能卖，他说可以卖，但是呢，旁边那块地不送，就这里这块地不送。后来我们谈了很久，这块地才送的。我以为那边的地也是送的，后来才发现要签合的时候，那旁边那块地也没有送。后来我们才给他慢慢的谈，然后把房子两边的地都给他谈下来了。只可惜后面那块地没有送，我是万万没想到。我以为那后面才那么一点，他不可能留着。等一下后面那块没谈下来，这有一点小小的遗憾。所以说大家敬请期待他们这个房子最终会改造成什么样子。我感觉他们这个房子改造好了，我们都还没改造好，因为他们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去改造。像我们的话要带小孩，要照顾家庭，所以说没有那么快。而主要是我们那下面不通路，等通路了的话，我们肯定也会很快的。你说我们这2栋房子会不会同时改造好呢？也说不定，但是我想的是明年必须改造好，因为到明年的话路应该就通了，所以说人工成本降下来了，我就有信心去改造我们的房子了。对，到时候他们这个房子改造好，我们的房子也改造好了，那整个村寨里面我们2栋完好无损的房子，对，就更吸引大家来我们这里来玩。是的，以后我们串家，我们在上面来玩，他们也到下面去玩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说以后这整个村寨会不会我们的邻居会越来越多？肯定的，我们的想法就是让这个村寨重新焕发生机。对，让那些喜欢农村的人都可以来欣赏一下我们这里的风景。对，他们现在主要的是要怎么来解决这个定，改天我问一下我们村里面的村支书，然后给他这个定给解决掉。对，然后再想办法帮忙给他们一起把这个房子收拾出来吧。对，因为既然是朋友，他相信我们在这里来选择的环境风景，那我们也给他们能帮助到的地方，我们就一定要帮助他们。对，一开始我跟他说了，我说如果说你买下面的话，用我们的水还要方便你。不过买这上面也可以用我们的水，但是需要用电去给它抽上来，水它是供应不上的，只能去我们蓄水池里面抽。到时候让他们去一个蓄水池在上面，到时候把我们的水抽上来用。李俊，你说我们这些砖要不要送给他们改造呀？他们要的话就送给他们，不要的话我们就自己用。可能他们用不上这种砖吧，他们想把它改造成那种复古的那种。对，他们打造小酒馆的话，肯定是需要那种火砖。这种的话，看一下他们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们也可以送给他们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都已经买了这么多年了，当初是2块5一个买的，
他们要的话就送他们了。